这是一个有着29户人口的村庄，它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它在中国长江以南的浙江省东部。1973年6月的一天，当地村民在劳动中一次意外的发现，开始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人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村庄的名字——河姆渡。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姚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们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很硬的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村民们开始抱怨。我们这个东西是，大家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吧？只晓得压水刮的了很多很多，很大，刮的要2寸2丈，很多很多。根本就是在阿拉市场里，这里等于是压人干的事。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东西，与一般的碎石块不一样。这些东西好像是经过人加工过。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里。这些东西引起了当地专业考古人员极大的兴趣。他们以前在当地从没有发现过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属于哪个年代呢？是谁，又是怎样遗落在了这个地方？这片地下，是不是还埋藏着更多的宝藏呢？这个东西呢，好像以前没有看到过，也不像两洲的东西。两洲的核桃跟这个核桃呢有根本的区别。那么因此我们感到呢，当时这个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呢？自己的这个拿不定。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大量的考古工作者都在野外，一个在湖州，一个在嘉兴，家基本上没有人，但是大家看到以后都非常兴奋。那么因此呢，这个大家呢都觉得呢，这个遗址呢很重要，需要去挖挖，看一看究竟怎么样。浙江省文物管理机构很快决定，立即组成挖掘小组，前往河姆渡村。几天以后，考古人员来到了河姆渡。他们在村民施工的地方打了几个探方。挖掘工作开始不久，考古人员在探方中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经糟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这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呢？
是古人墓葬中用来当做棺椁的木头吗？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的说的是一个关牛的房子，啊，有的说是什么拉帽的房子，还有一个先生呢就讲呢，这个可能是不是水井？如果依照专家的分析，这是一口水井的话，似乎有些道理。在中国商周时期的经文中，“井”字是这样写的。这很像4排木头相交搭成井架，中间则为汲水之处。和挖掘出来的这些木头摆放形状极为相似，这当中会有什么联系呢？在这个井的里边发现一块木头，有这么粗这么长，中间挖了2道槽，削的，很可能还有某种绳索，就类似像北方那种井一样的这种结构，还是用一个棚子把它盖起来的，是这么一个水井，所以不是在陆地上，是在沼泽里边做的井。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的确是一口水井，井深有1.4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使问题变得复杂了。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可能这里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如果说这里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那么它究竟属于哪个年代呢？这个居住区有多大的规模呢？考古人员一时还很难下结论，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很快，他们有了新的发现。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这个发现让他们感到了一些惊喜。然而，仅仅靠这些陶片也不能说明问题。考古人员期待着更多的发现，来破解眼前的谜团。人类早期制作陶器的方法比较原始，他们先将陶泥搓成条，一圈圈的在一个泥饼上盘成容器的形状，然后再反复的敲打成型，晾干后再经过简单的烧制，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这种人类早期的制陶方法，被现代人称为泥条盘铸法。
有趣的是，在今天中国云南省新平县土锅寨的花腰傣族，还继续着这种烧制陶器的方法。陶器的外形仍然保留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样子。他们继续向下挖掘，在这个文化层，仍然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一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加砂、加碳的陶器。这些陶器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重要证据。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是什么东西呢？考古人员捡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经过仔细的辨认，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碳化了的稻谷。这些稻谷在与空气接触之前，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的颜色。考古人员甚至不敢相信，这些稻谷会在距今60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它们真的在地下埋藏了6000年吗？这是些野生的稻谷，还是人工栽培的呢？难道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生活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在人类的考古发掘中，最古老的稻谷遗存是在印度发现的，距今4300年。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稻谷栽培技术来自于印度。那么，这些6000年前的稻谷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把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稻谷、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经过对比可以看出，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的颗粒宽将近1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颗粒更接近人工栽培。再一个呢，栽培稻呢有粳稻、鲜稻，就是我们北方吃的都是粳米，我们南方吃的都是鲜米，但是它这个时候呢，粳的、鲜的2种类型都有，这就很奇怪。为什么2种都有？这个就在学术上面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个土层下，不断有混在泥土中的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6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地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了。只是还没有发现其他证据来证明
他们是怎样种植水稻的。正在他们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许多骨质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在这些出土的骨制品中，他们发现了其中的一件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饲。骨饲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证据。河姆渡人用水牛、鹿和麋鹿的肩胛骨制成骨饲，在较为松软的湿地上进行耕作。河姆渡出土的骨饲，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骨制农具。大量骨饲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4耕农业阶段。几千年过去了，饲已不再被人类使用，但我们还是能从铲、犁、锄等农具，以至各种现代化的农用机械上，看到早期人类的工具骨饲的影子。接下来的发现让人费解。在这一层，考古人员除了挖掘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这些木板和木桩是干什么用的呢？很快，更多的木板、木桩出现了。当地人传说，这里以前是个海湾。有人认为，这些木板和木桩是当年的木船。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这里的第4纪地层属于海相沉积，也就是说，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个海湾。这些木板是当年的木船吗？这些木桩是木船上的桅杆吗？这样的猜测似乎有些道理。传说和发掘
不谋而合。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些木板旁边，为什么会有大量囤积的稻谷呢？是沉船运输的稻谷吗？那周围的那些墓葬，又该怎么解释呢？带着这些谜团和疑问，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这里已经没有人类留下的任何印记了，应该是所有文化层的最底部了。但令人吃惊的是，在到达最底层之前的土层中，又挖掘出更多的木桩和木板。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这么多排列在这里的木桩，显然不是船的桅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发现的不是一艘船。那么这些木头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理解木制品的加工方法，因为我们拥有发挥不同作用的金属工具。以往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发展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金属工具，才会出现榫卯。中国现代很多传统木结构建筑，都是用精美的榫卯结构搭建而成的。但奇怪的是，在河姆渡人生活的那个年代，比青铜时代早了2000多年。那么这些木头的榫卯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又一个谜团摆在了考古人员面前。考古人员从发掘出来的大量石器工具中找到了答案。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将石头加工成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质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质工具依然非常锋利。接下来，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干栏式建筑。
他们从中国有巢式的传说推断，河姆渡人的甘蓝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原始人最初在树枝或树与树之间搭设木头，并用一些树叶搭成棚架，形成了原始人用双手建造的最初的巢。这种巢扩大了原始人栖息的空间，既可以避风遮雨，还可以防止猛兽的袭击。当原始人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以后，他们将这种树上的巢搬到了地上。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这种技术出现在人类的荒蛮时代，真是不可思议。考古人员推断，这些苇编在当时很可能是铺在屋顶上，用来遮风挡雨的，也可以作为席子铺在房屋地面上，还能作为房屋之间的隔断。这时，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也有了结果。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叠压着4个文化层，最上面一层已有4700年，第2层有5800年，第3层和第4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这个结果让所有的考古人员都十分惊喜。这里埋藏着人类7000年前到5000年前近2000年的一段历史。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于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发现更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些出土的器物中，这是一件最为神秘的东西。它是经过加工的象牙，
部分已经残缺，外形很像一只展翅的蝴蝶。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蝶形器上面用极细的线条雕刻出复杂的图案。这个图案的正中间是一组大小不等的5个同心圆结合在一起，外边周围刻着像火焰一样的图案，好像是一个太阳。有2只长着钩喙的鸟，对称排列在这个太阳的两边，摆出振翅欲飞的样子。我们试图一点点地解读它们在7000年前的生存状态。河姆渡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200米左右，总面积5万平方米。这里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程为1.1米左右。从这里往东约1公里，沿姚江有吊山、葛山、白狐岭等海拔60至133米的低山丘陵。利用现代卫星遥感成像技术观察发现，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良好的促淤功能。遗址的西部，紧邻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河姆渡人就依山聚居在小山坡的东北面，地势由西向东，略呈缓坡状。在这片平原，这样的工字形地貌独此一处，所以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瑶西平原还是一片浅海的时候，河姆渡已经是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河姆渡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高地的优势，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文化。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河姆渡先民采集。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
记录他们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段记录在了陶器上。河姆渡人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个种属。它证明7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这种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河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发现了古针和陶制法纹。这些带有明显凹槽的石头，证明了河姆渡先民正是用磨制的方法制造小型的骨制工具。在对河姆渡遗址方位的测量中，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度22分，北纬29度58分，几乎在北纬30度线上。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上。从地理大布局来看，这里有地球山脉最高处珠穆朗玛峰。古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百慕大三角区、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世界几大河流，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都在北纬30度线入海。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然而，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与我们今天的人类有多大差别呢？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河姆渡人的骸骨
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1.63米到1.69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形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所有的发掘证据都向今天的人们呈河姆渡文化。为什么在距今5000年前后，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对于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进行过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战争的原因，导致了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洪水的灾害有关。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河姆渡遗址的研究人员。98年夏天不是发生了次特大洪水了，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是吧？这个水冲出来力大无穷了。但我就想到了这河姆渡那个时候，你肯定也发生特大洪水。这个河姆渡文化消亡的时候了，这个上面堆积的淤层了，是吧？从60厘米到250厘米，这个上面我们表土是只有40厘米，是吧？一直2米多深呢，都是淤泥。这个淤泥没有一点海象微生物的。就是洪水冲出来的，是吧？他们对河姆渡周边的地理环境做了长达3年的调查。他们沿着姚江顺水而下，可以发现，几乎在姚江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姚江两岸在洪水的剥蚀下，河岸的沙石开始一圈圈的剥离，形状就像今天的梯田。在大隐溪与姚江的结合地方，还发现了一片俗称活化石的稀滩岩。这些稀滩岩被冲刷得扁平、光滑、无棱无角，而这里宽150米的河道水流平缓。从流体力学角度分析，只有被猛烈的洪水年复一年的冲刷，河道才会形成今天的样子。他们又将以这一带的地质情况做了探查，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2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
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巨变。这时，海水沿河道上溯，这对河姆渡人来说，应该是致命的一击。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道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